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27号，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欢迎大家的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2点半，现在是12点31，从12点半到13点。我先说一个事情，就是做一个提醒吧。从这个4月1号，就下周二开始，时间就变回到原来的时间了。现在在3月份的话，还是现在这个时间，但是到下周的话，就是11点半开始，因为这个周末，欧洲这边也要夏令时了，所以说下周的时间就变回来了，提醒一下大家。好的，那么做完这个提醒，我们来看一下。我先简单的用2分钟时间，我说一下大盘，然后再分析一下大家提问的股票。现在这个大盘呢，从5504反弹已经够笔了，对吧？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5504反弹到5786，一笔反弹，然后已经到了最浅的0.382这个位置，对吧？然后又开始出现下跌，然后今天又出现一个低开高走。昨天这个大跌的话，也是因为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其实市场已经习惯了。我已经说了，特朗普的3反腐已经砍完了，特朗普的不确定性现在成了最大的确定性，这是对市场来说，所以说没什么可以奇怪的。那么在这个1小时周期的话，我们在周二直播的时候，我已经给到了这些东西的喽。如果说你回看一下我周二的直播，我们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周二直播的时候，我说它的次级别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或者说周二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我说次级别已经有2个中枢了，你就别往里追了。而且我们当时测的那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是有背驰的，对吧？等比例在5801，它当时是在最高点5876。或者说我们说的时候最高点可能在这个位置，没到5876，但是也没到等比例呀，所以说它是次级别有2个小中枢，或者说次级别，这明显的背驰进入背驰段了。那么我当时已经提醒过减仓了，对吧？那么如果说你在周二减了的话，那么是什么时候等待回来呢？我们当时也分析了，就是用这个黄金分割测它的回撤。然后我们当时说，不回到中枢3买，回到中枢就是中枢震荡。结果怎么样？结果踩了一脚0.618，看到没有？最低点5670，对吧？你可以回看一下我们周二直播中的这个分析，跟今天的这个图形你对照一下，没有任何让你觉得分析不到的地方，或者说没有让你觉得 surprise 的地方。那么你的分析就是到位的，所以说，市场阳光叫怎么说那句话？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对吧？所有的结构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或者说都在你的不测而测、完全分类之中。你这样的话，你交易起来就没有障碍。所以说，而且我在周二给的那个视频的标题是不要坐电梯。你不要上下坐电梯，你要学会做短差，该卖的地方要卖，该买的地方要买，你来回做短差，你才能够把差价降低，做低，对吧？你来回坐电梯的话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就是现在就是继续中枢震荡。有人说了，那我在这个位置买了，如果说他又把它打掉怎么办呢？打掉很正常啊。任何的位置进都不保证你100%赚钱，这一点一定要清晰的告诉自己，没有绝对进场无风险的位置，没有绝对无风险的点位，任何位置进都有可能被套，都有可能亏损。你只要把你的出路想好就好了。我这个位置进，我稍微进一点仓位，然后是不是要打掉之后我继续回补呢？还是说如果说破掉这个位置，我是不是就要止损呢？这就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了。这就是你的个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习惯，操作的一个选择，没有统一的公式。很多人喜欢找一个拐棍或者找一个所有情况下都能适用的一个方法，没有。起码至于每一个人都不同，你只能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设计你的进出。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personal 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给到你啊，我这个位置进，我应该进多少？我应该这个全仓进，我还是进一部分，我还是怎样？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对不对？谁了解情况？你自己的情况肯定是你自己呀，对不对？就这个位置进了，他给到一笔上场，如果说弹上去的话，你可以反向测一下它黄金分割的位置，如果弱的话继续卖，因为它还会再回来。如果是强的突破前面的高点了，那你就继续拿一拿，看看有没有背驰，没有背驰继续拿，对不对？交易就这么简单事儿，先定周期，先把周期定下来，你交易什么周期的交易，然后定你的那个仓位，然后就看这个走势给不给你，不给你就止损也好，或者说分批进也好，其实很简单的。你如果说掌握了这么一套系统的话，那么针对这个指数，我们简单说几句，简单说了5分钟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首先，有一个小豆子朋友问 INTC， 英特尔是吧？英特尔问可以抄底吗？首先，你这个想法就有点问题。小散户不要天天想着什么抄底摸顶。为什么这么说呢？抄底摸顶那不是我们干的呀，那是人的机构或者说你能够操控的。你怎么知道这是底呢？抄底的前提是你知道这肯定是个底，你才能抄，对吧？你小散户怎么可能知道是底呢？所以说不要有什么抄底摸顶的这种想法，这个其实会盲目的让你，我们把这个结构这个改一下，然后继续说这个。想有这个抄底的想法，你就会让你的仓位可能说，哎呀，我要抄一个大底，然后仓位可能就会进的很多，觉得这里的大底了，哎，生怕错过了这个行情，对吧？可能仓位就大到自己控制不了，可能上的 margin 比较大，上的杠杆比较大。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不要想着一把捞一个大底。这个投资是一个长期的事儿，老想着就做个短线，做一个玩一把就跑，那有啥意思啊？对不对？就是不要老想着抄大底，没有大底让你抄。那么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之所以前一阵儿在涨，就是因为这个说是台积电要入股啊，什么就反正各种谣言吧，各种 rumor 的在跑，造成了它这波上涨。但是它结构上，我们看它这个周线上现在已经有2个中枢了。周线上现在已经出来了2个大中枢，我这个结构这个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系统有点问题，但是我简单说一下它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应该跟前面这个图形上是一样的，这个上面这个大的周线中枢，我们看一下，这是这个月线大中枢。那么在周线上，这里是从51.28下来之后，是开始出现第一个中枢了，就是从这个最低点是在这个18.52是最低点，从51.28下来之后，它是一个1、2、3、4、5浪之后，然后一个1、2、3开始做中枢，就现在已经有周线大中枢了。那么现在有中枢之后，就是一个中枢震荡操作，上面减一点，下面加一加，对吧？那么现在它又开始出现有回落，因为它前面这个回落是不够比的，所以说我们看一下2个方向都要看，一你要看18.73这个上涨，2要看这个25点，其实就是一个中阴段，它是一个收缩整理的一个中阴段，没有方向，要么往上突，再次突破27.55，要么再次跌破18.73。所以说现在英特尔是没有方向的，虽然说是来了一个什么华人的 CEO， 又是这那的，但是图形上并没有太多的改观。那么也就是说机构并不看好，对吧？起码现在不看好。那么日线上现在有结构，从这个起涨点就是18.73这里的话，日线上是有一个中枢了。那么现在又快回来了，发现没有？从这个最高点这里26.41又快回来了。那么要回到这个中枢了的话，还是继续中枢震荡，就是中枢震荡的话是弱的，最好不要出现中枢震荡，最好是给一个3买，给一个3买之后再上去。所以说你要想进场或者说什么所谓的抄底的话，那就等它进来。现在离这个中枢已经非常近了，也就是说它很容易碰到这个22.41，
很容易碰到的话就会进来，进来的话你可以买一笔做一笔反弹，对吧？先不要想抄底，先那个看有没有能够企稳吧。现在还没有企稳，这个起码要给个底分型吧，给个底分型，就日线上有一个底分型，它可以再跌一跌，回来之后进入底分型，底分型之后你再去看它的次级别，对吧？次级别有没有这种盘整背驰，甚至带中枢的这种，对吧？说明的话，你可以用双触发了。那我们的双触发是先用底分型，是触发你观察，触发你进场的话是双触发。第二个触发是它的内部结构，次级别有背驰的，有盘整背驰，或者说是趋势背驰，对吧？其实背驰的话指的都是趋势背驰，一般我说背驰的话是盘整背驰，就是这个是有区别的。因为在缠论里面，禅师说的背驰都是趋势背驰。什么是趋势背驰？在这多说一句，这是背驰，这是趋势背驰。所谓的背驰必须是这个一买。那么盘整背驰的话，是可以在它盘整震荡的时候，它也有背驰，对吧？这两个下跌 K 线比较的话，下跌这个比较的时候有背驰的话，这叫盘整背驰，所以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双触发的时候是看一下有没有盘整背驰，就是震荡的背驰。那么有趋势背驰的话，那你要去次级别去看，一般次级别的话都是盘整背驰，次级别会有这个一买的那个背驰，也就是趋势背驰，这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个快回到这里面来了，想进的话等它回来之后再看。这是英特尔，然后看这个 Shirley 申朋友问的，这是 Broadcom 应该是。最近这个芯片呢，受到这个我看好像前两天那个微软又出了个新闻，他好像之前就说他的这个数据中心不继续这个不续约了还是怎么着？就大型的数据中心，他们说现在有点这个过量了，因为这个DeepSeek 这个事儿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各种这些模型啊，这些大家都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些新闻了。也就是说，现在数据中心他们说够用了。那么可能是不继续，如果因为这些芯片厂商，挣的最大的收入是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收入，对吧？如果说数据中心他们不买，不继续这个构造数据中心的话，那么对芯片的采购的话，相对的可能是有影响的。那么它是6月份出财报，它出财报也比较晚，那么马上要分红了，哎，已经分过红了是吧？3月20号刚分过红，那么这个周线上是不是已经回撤够笔了？周线上已经回来了，那么这个从这个251回撤的也比较大了，回撤了32%了，回撤的比较大。那么日线上又出现了一个三脉，日线上还出现了一个三脉，针对这个中枢的话是一个三脉，我们把这个中枢给它移上去。好的，这是日线上的那个中枢，但是我这里要说一下的就是它这个，我们看一下裸 K 这段啊，在我这里先画成一笔，但是严格定义，不论是严格定义与否的话，这段都不够笔，因为它是有一个大的跳空缺口。你要严格化的话，我们把这个严格化的话给它修正一下，严格化的话应该这样，直接一笔的话就画到这里，或者说是这样。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就是按照严格的笔的画法给它画一下，一笔上一笔下，然后呢，因为它这个被破坏掉了，可以这样画，这样的话就保证有中枢。好的，我们把这个纠正过的图形，这个可以清掉，然后移到这里来。现在就是我现在这个画法是严格的，每一段就构成中枢的每一段都是保证够笔的。这都是下跌也是够笔，上涨也是够笔。进入段的话无所谓，因为说进入段只有4根 K 线，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只有3根，就是这里，这是进入段。但是进入段没有关系，进入段的话按照缠论可有可无的，可以是只是一个3根 K 线的，或者说3笔的一个重合，这就是构成一个中枢，就主要是构成中枢。它的进入段可以是跳空缺口。离开段也可以是跳空缺口，
所以说进入段和离开段不需要那么的严格。那么现在我就保证了它的构成中枢的3笔都蛮严格保证了这个按照缠论来的。那么反弹给了一个3脉，这个位置有没有硬？这个3脉有没有硬？然后现在又出现了这个下跌，看有没有背驰，先测一下。目测的话是没有背驰，因为它短嘛。但是你要保证它结束，也就是第3段现在还没结束呢，对吧？第3段现在跌到了基本上 0.5 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空间是前面这个空间一半的位置，现在是到了这个位置，然后基本上也给摁下去了，想尝试上来又摁下去了。所以说你要想进这个的话，现在就要谨慎的等待双触发，起码底分型还没有出现呢，对吧？底分型还没有出现呢，就不可能止跌呀。你想要止跌的话，你起码要有个底分型吧。底分型之后我们再看是不是一个中继的，还是说能够弹一笔出来。如果说只是一个中继的话，它还要继续跌。所以说出现底分型是止跌的第一信号，没有底分型就不可能止跌。这个话可以这个或者说有个包含关系也可以，那你也要再等一天呢。它有一个包含关系的，然后再下一天出现一个高点，这样的话也出现底分型，对吧？这样也可以。但是现在这2种情况都没有，所以说你就继续等待就好了。这是这个Broadcom。然后再看这个李琴朋友问的 AMD 的话，其实大家我记得李琴你好像李朋友你好像之前也问过，你之前我印象比较深的，最早的时候你问的时候可能在135的时候，好像第一次你问，因为那时候你也是可能刚加的会员，然后在这时候问，我当时就说Broadcom那个 AMD 不符合缠论的选股的一个逻辑，对吧？我们缠论是3个系统的3个系统结合的一个维度来选择股票。什么3个系统呢？就3个维度，一是基本面，2是比价关系，3是技术面。很多人误以为缠论只是一个技术分析理论，那是最大的误解，是最大的误解。所以缠论是3个维度选股，基本面、比价关系选好之后，我才看技术面。那么基本面，那么比价关系是什么呢？是你选择好行业。先选行业，然后选行业里面的龙头 ，AMD 肯定不是他们行业的龙头，所以说不玩这个龙头以外的公司，所以说 AMD 肯定就进入不到你这个系统里面来。所以说你会发现 AMD 这个股票特别有意思，涨的时候不怎么涨，跌的时候跌的比谁都厉害。它今天跌了多少？它今天跌了 3.64%， 你看看英伟达跌多少？英伟达才跌了 1.32%， 这就是差别呀。同样的消息，同样的大环境，它为什么跌得多呢？对不对？所以说涨的时候不怎么涨，然后跌的时候跌的比谁都多，所以说它是不符合缠论的一个选股系统的。但是无所谓，你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嘛，对吧？你说这个想找机会建仓，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周线上是有底分型了，然后看一眼大的，大的这个倒是回到了这个周线的。我们看这个周期给它清一下，大的倒是回到了月线上这个大中枢里面来了。我们看月线上这个有包含关系，我们把这个处理掉，就是按照严格这个定义来的话，我们把这个处理上来，然后把前面那个清掉。这样的话，每一段都是严格的擦这个中枢。前面这个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是有包含关系，但包含关系处理之后满足比。就是现在这些这个比的构成都是严格定义的比，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这些构成月线这个中枢的所有的震荡段都是严格定义的，按照缠论定义的。现在回到这个月线大中枢里面来了，你发现没有？你看看英伟达这个月线是啥样的？月线呢还没有月线的那个，就是都是浪形，它都是浪形，但是那个 AMD 是一个构成中枢的，你这一比较你就知道谁强谁弱了，对吧？那么它回到月线大中枢了，如果说你想做月线这一笔的话也没有问题，对吧？你想做这一笔也没有问题。那么看一下，现在是有这个月线底分型的雏形了。现在是有月线底分型的雏形，为什么这里得到一些支撑呢？也是因为月线上这么有这么一个大中枢，对吧？然后月线这个比较大的均线是在下面呢，所以说现在就看这一笔有没有结束嘛，对不对？看一下这一笔有没有结束，我们看一下周线上现在是一个带中枢的一个结构，但是针对这个中枢我们还没有出现3脉。
如果说上去给一个三卖，然后再打一个低点，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会结束月上这笔下跌，对吧？强一点的话就是它能拉回去，拉回到中枢里面，你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然后看一下，到了中轨以后是不是要继续震？震的话还可以给一个二买，然后再上去。那么现在我就看这个，现在是已经有周线的底分型了。那么你看它今天又顶到了200周上，刚好是顶到200周，然后出现了一个回落。那我们看一下这3周，看看这3周现在内部是一个什么情况。一比，周线上是有一个底分型，然后日线上只是一比。那么你可以做一个日线二买。现在是回落有这个日线的顶分型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上有没有这个，就是说，之所以要看次级别的原因是我这里要看一下这个顶分型，这个顶分型是不是一个中继顶分型，对吧？因为出现顶分型以后，不是100%的要回落一笔的，它是可以是一个中继的，继续往上走。所以说我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这是1小时上。1、2、3、4，我们可以把1小时上的这个笔给它画一下，我们把这个周期给它切到日线上去，这样的话我1小时就干净一点。然后把1小时上的这个笔都给它画一下，这里是第2浪下，第3浪，然后这里是构成了中枢，然后又继续上，然后这个的话是不够，然后直接到这里，对吧？你把它结构一画出来之后，基本上你就知道该怎么操作了。这里是在1小时上做了一个中枢，然后现在是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但是呢，这个回落的还是比较深的，对吧？在这里是尝试过一次反弹，但是没顶住，然后又被这个特朗普要给什么汽车加入关税这个事儿给砸下来了。现在基本上就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但现在呢是受200小时均线是在这里，然后也是中枢的中轨，所以说现在这个1小时上有可能没结束呢，它这个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就所有的这些在日线上是那个日线的顶分型，它可以是一个中继顶分型，也就是说这个上涨可以没结束，它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你要做AMD 的话，可以先做AMD 的1小时这个中枢震荡，对吧？先做一笔反弹，如果说这个反弹很弱，你可以反向测一下黄金分割位置。看能不能够弹到这些位置，如果说只能到109的话，或者说是到110的话，就赶紧卖掉，因为它还会再下来，这都是1小时的二卖，对吧？它最次的话，最差的情况就是直接一个快速杀下来，一个3段，以这种3段的模型来构成日线的那一笔回撤，对吧？这个是这个最坏的情况。但是呢，你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一笔反弹。这笔反弹是可以尝试做的，这没有问题，因为它是这个是得到了这个短期支撑的，就看你想不想做这个了，对吧？你如果说啊，我现在想做一个中长期的操作，没有啊，它不给你呀，对不对？它随时可以变化，你所能做的就是根据市场当下的情况来对应你的操作，对吧？所以说1小时上还没结束呢，你现在只能做这个，它也可以最坏的情况就是把这个中枢直接砸穿。然后一个反弹不回来，给一个3卖，以这种方式也可以构成日线上那笔回落，对吧？现在其实就是说它是以哪种方式选择，你所能做的就是分仓进，这个仓位这个位置我进一点，这个位置我进一点，打掉了，然后到了120小时这个位置我再进一点，3次，最多3次，超过了的话就不要动了，因为超过3次说明你的判断就是你判断底分型是否为中继的这个能力还比较欠缺，所以说就3次就完事了。如果再往下的话，你就可以硬扛。这就为什么选择基本面和比价关系确认之后，我可以硬扛的原因，因为是3个维度选股。技术面出问题的话没有太大关系，长期来看，因为基本面和比价关系还是好的，那么你最后赢钱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这就为什么要选择基本面好的股票长期来操作的原因呢？很多人就喜欢找那种波动大的，然后基本面特别差的，你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你技术再好，图形上再好，但是基本面不好的话，可能一天就给你跌个50%。
晓得吧？所以说，怎么能让自己的长期的成功率高呢？就是要选择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好的票。即使你的技术分析、你的技术能力不强的话，长期你只要不去追涨杀跌的话，长期下来你也是赚钱的。因为你即使不动的话，这个公司是在变化的，它长期下来的话，3、5年下来，它还是赚的。那么你即使放在那边不动，说明你不用技术分析操作的话，你还是赚，晓得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基本面比价关系好的原因在这里呢？不是因为这个选择比价关系和基本面好的你就万事无忧了。所以说你在不会选的时候，你就选那种大白马、七姐妹，对吧？为什么七姐妹里面没有 AMD 呢？自己想一想，或者说你就抄作业嘛。巴菲特买什么你买什么，巴菲特买的股票本来就不多，他买什么你买什么，他都给你选好股票了，他都给你选了一遍了，你可能比巴菲特更牛逼的可能性可能非常非常低，对吧？所以说他都帮你选好股票了，他都帮你选好做好功课，基本面比价关系他都选好了，你抄他作业就完了。可口可乐，苹果，还有什么还有一个银行吧。美国银行就那么几家股票，你就闭眼睛买就完了，基本面都，然后你利用你的技术分析上下做，对吧？所以说呀，抄作业你也会抄，比如说你要抄芒格的 Costco， 对吧？然后他当时还有一些小的芒格，你去看一下他们那个家族的基金，就那么4、5只股票，抄作业你都可以抄得下来，或者就选1、2只做。你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太费心去分析基本面，因为这些大牛已经帮你分析好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那么你如果说技术分析更强的话，或者更好的话，或会一点的话，那不是效率更高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呀，基本面一定要这个缠论这个3个维度一定要利用好，千万不要单学基本面技术分析。如果说你只学技术分析的话，你反而会陷于天天去弄短差，你反而拿不住。你像这个 Costco 这种。这是芒格选的，对吧？你能拿得住吗？从这是复权之后的0点几到1000，你能拿得住吗？人芒格1股没卖过，为什么？对不对？我不是推荐你现在去买这个 Costco， 只是说我们要向这些大师学习什么，对吧？巴菲特这个苹果就不用说了，什么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的代码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了啊，这个在这儿呢，可口可乐，对吧？这也是按照季度图的我们看一下它的年限图，从0.18涨到73，你抄作业你也能抄得下来呀，对不对？这个巴菲特、芒格，你说他们牛，为什么牛？对不对？所以说呀，人家投资界常青树是有道理的，对吧？你即使像可口可乐这种公司，你基本面没有问题，它是长期上涨的，你就利用这个小周期做短差也能做呀，它也有啊，它也有震荡啊，对不对？你这来回做你就做好了，你只要逢低买，它永远是涨的。这是15分钟的，1小时的，你就逢低买，对不对？你长期来看。你所有的回落去买都是赚的，或者说你即使在这个位置买，你也有机会解套啊，因为它基本面向好，对不对？我不是说要大家去追他们，只是说想给大家一个能够终身受益的这么一套方法，而不是简单教你怎么看图形，怎么看底分型，怎么看顶分型，什么是中枢啊，什么是趋势。你这些即使不懂的话，你只要基本面和比价关系选好的话，你都不用管它，你都是赚的，对吧？我们之所以要学一点技术分析的目的是啥呢？就是这个回落的时候，这个回档的时候，我能避开的话，我是不是我的资金利用率更高呢？这个回档的，因为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的，我这个回档的这个18%这个时间，那么周期的话，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周期是多少？这个时间我可以干点别的，好不好呢？我这个钱我可以拿出来，然后去，这是14年3月份，14年的11月份到15年的8月份，对吧？1年多的将近1年的时间，就是14年的11月到15年的8月，将近1年的时间，我这个钱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这段的10%几的一个回撤。
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些小的回档错开，然后让资金利用率做得更高，这是我们小资金要达到的目的。但是股票你要选择好啊，对不对？你去玩什么GameStop， 你看它是个啥，对不对？你所有地方买你都会被套在里面，除非你买在这个位置，你其他所有地方去买全都是被套在里面的。你只有这个位置买上了，你才能涨得一下，然后又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呀，根本上怎么能改变自己的思维，这是更关键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多思考一下，3-5年的一个投资也好，或者一个交易，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天那个3-5%的一个震荡，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时间了，现在已经美东时间1点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明天周五直播是1个小时，那么我明天再见。